你能想象吗？过去3年间，中国消失的信用卡钥匙叠起来，长度竟能绕地球2圈半。官方数据显示，从2021年到2024年，中国信用卡含借贷合页卡数量从8.07亿急剧降至7.15亿张，锐减了9200万张之多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把德国和法国的总人口手中的信用卡全部注销。更惊人的是，14家上市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直接减少了1978亿。注意，这可不是银行赚的少了，而是实实在在放出去的信贷规模少了近2000亿。曾经，信用卡可是身份的象征，是开启提前享受生活的钥匙。那时候，银行追着人们办卡，路边摊为了吸引顾客办卡，不惜送出拉杆箱、电饭煲等丰厚礼品。可如今，信用卡怎么突然就集体消失了呢？今天咱们不玩虚的，就用数据来深入剖析这场信用卡退潮背后，中国人消费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大转变？行业全面倒车不止卡量减少。别以为仅仅是信用卡数量减少这么简单，信用卡行业的3大核心指标都在走下坡路，每一项数据都精准地戳中了行业的痛点。发卡量3年连跌，创20年最差纪录。先来看看央行公布的官方数据，2019到2021年，信用卡年均增速达到 10.3%， 巅峰时期一年新增近8000万张。然而202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，减少了2800万张。2023年减少幅度进一步扩大，又减少了3500万张。到了2024年前3季度，就已经减少了2900万张，这意味着3年累计减少了9200万张。这可是中国信用卡自1985年诞生以来，首次出现连续3年规模化萎缩的情况。如果说以前是开闸放水，那么现在就是关闸节流，而且阀门越关越紧。贷款余额缩水1978亿，银行放贷谨慎。信用卡盈利的核心在于信贷利息，可如今连本金规模都在不断缩减。2021年底，14家上市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合计6.7万亿，到了2024年底直接降至6.5万亿，3年间减少了1978亿。更关键的是，多家银行的分期业务量下降超过 20%， 连最赚钱的分期利息收入都大幅减少。银行不是不想赚这笔钱，而是不敢赚了。因为逾期的人增多，坏账率上升，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，所以银行干脆选择少放贷。同时，银行还在主动砍卡，主要针对的是睡眠卡。你是不是也有几张办了却从未刷过的信用卡呢？这就是所谓的睡眠卡。目前国内信用卡激活率不足 60%， 算下来有超过3亿张卡处于沉睡状态。从2023年起，银行开始大规模清理睡眠卡，连续6个月未使用的卡会自动降额，连续12个月未使用的卡则直接注销。某家国有大行1年就清理掉了2300万张睡眠卡，相当于每天砍掉 6.3万张。银行不再盲目追求发卡量，反而开始主动减少卡量，因为养一张睡眠卡需要花费系统维护、风控管理等成本，却无法带来收益，越算越亏本，银行急刹车也是迟早的事。过去10年，银行把信用卡当作摇钱树，可如今却突然砍树，这背后其实是银行算明白了账，觉得不划算，不良率破 3%， 盈利难敌亏损，这是最核心的原因，没有之一。2021年之前，行业平均不良率稳定在 1.5% 左右，但到了2024年，多家股份制银行信用卡不良率突破 3%， 个别银行甚至达到了 4.8%。 银行内部有个算法，不良率每上涨 1%， 就要吞噬掉 30% 的净利润。简单来说，银行放100块信用卡贷款，可能要亏损3到4块，这样的生意能持续多久呢？所以现在银行采取了一刀切的策略，资质一般的申请人直接拒卡，额度高的用户主动降额，有逾期风险的用户提前关户，监管趋严，禁止忽悠办卡。以前办卡有多随意呢？路边摆摊，商场驻点，只要填个身份证就能办卡，学生和无业人员都能拿到1到2万的额度。但现在监管部门直接划定了红线，禁止零门槛办卡，必须审核收入证明、工作证明，无固定收入者授信不得超过5000元，不准诱导消费，不能用免年费、高额度等手段忽悠人办卡，条款必须明确清晰。对于学生卡更是严格限制，大学生办卡必须有父母担保，额度最高2000元，还得每月向家长报备消费情况。监管严格后，银行不敢再随意发卡，以前靠忽悠来的客户，如今都成了高风险群体，只能慢慢清退，
获客成本高，收益却微薄。以前银行办卡会送拉杆箱、投影仪、旅游券等礼品，花费100块成本拉来一个客户，但现在发现这简直是血本无归。某银行数据显示，靠礼品拉来的客户，70%办卡后只刷1到2次之后就不再使用了。而且信用卡的运营成本并不低，系统维护、客服、风控等，一张卡1年的成本至少50块。再加上移动支付的冲击，商户手续费从 0.6% 降到了 0.38%， 银行赚的通道费越来越少。算下来，拉一个客户要亏损50块，放一笔贷款可能亏损3块。银行索性停止了撒钱式的营销模式，礼品没了，积分缩水了，贵宾厅权益也砍了，能省则省。除了银行，消费者的想法也在改变，银行在砍卡，消费者也在弃卡。而且消费者的态度比银行更加坚决，年轻人掀起断卡潮，90后注销率超 40%。现在的年轻人对信用卡的态度是能不用就不用。某平台调研显示，42%的90后、00后注销过信用卡，其中排名前3的理由分别是年费麻烦、额度用不上、不想透支。00后小王的做法就很典型，他以前办了3张卡，现在只剩下1张，而且还是绑定储蓄卡自动还款。花多少存多少，绝不分期。更有意思的是，2024年储蓄卡开户量同比增长了 15%， 这表明年轻人开始回归现金消费思维，不是他们没钱，而是他们不想被账单绑架，每个月还信用卡、算利息、记还款日，太麻烦了，不如储蓄卡来的踏实。更何况现在的移动支付正在让信用卡越来越鸡肋。中国现在有 9.8 亿移动支付用户，相当于每10个人里就有7个人出门只带手机。早餐摊扫微信，菜市场扫支付宝，商场刷云闪付，就连卖烤红薯的小摊都贴着2维码。信用卡的便捷性优势荡然无存，不用带卡，不用输密码，不用签字，扫码1秒就能完成支付。更关键的是，移动支付能实时看到余额，花超了还会提醒，而信用卡刷卡时没什么感觉，账单出来却让人吓一跳。不是信用卡不好用，而是手机太好用了，直接占据了所有支付场景。以前说一卡在手，天下我有，现在则是一机在手，啥都能有。现在已经不是消费上行的年代，人们的消费观越来越保守了。疫情之后，中国人的消费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居民储蓄率在2020年之前维持在 35% 左右，到了2024年则涨到了 42%， 大家更愿意存钱了。年轻人的消费贷申请率下降了 30%， 分期还款率下降了 25%， 能不借钱就不借。在消费行为上，平替成了热门词汇，二手市场交易额增长了 40%， 奢侈品消费下降了 15%。 以前是越敢花越时尚，现在是越会省越安全。未来预期不稳定，谁还敢随便透支呢？手里有存款，心里不慌，成了大家的共识。信用卡的退潮并非是败给了银行，也不是败给了监管，而是败给了时代趋势。信用周期从扩张转向收缩，已经是趋势下的必然。过去10年，中国处于信贷扩张期，政府鼓励消费，银行鼓励借贷，大家都敢于花钱，敢于透支。信用卡正是这个周期的产物。而现在进入了信贷收缩期，经济增速放缓，风险防控成为首要任务，银行追求稳健，消费者追求安全，信用卡自然也跟着收缩。这并非信用卡本身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信用市场的换挡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。虽然卡量减少了，但发卡更加精准了。信用卡的核心价值在于便捷支付和信用透支，但如今便捷支付已被手机取代，扫码比刷卡更快，移动支付的覆盖范围也比信用卡更广，信用透支方面也被小额贷分流，支付宝有借呗，微信有微粒贷，额度灵活，随借随还，比信用卡分期更加方便。信用卡的不可替代性消失了，自然会被淘汰。就像当年现金被银行卡取代，现在银行卡又被手机取代，这都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。以前人们花钱是为了追求物质满足，为了面子、享受和证明自己，所以需要信用卡来支撑超前消费。而现在人们花钱更注重精神安全，追求实用、安全和心理踏实，因此更愿意使用储蓄卡，花自己的钱。消费观的变化才是最根本的原因。当安全感比虚荣心更重要，当储蓄比透支更让人踏实，信用卡的时代自然就过去了。信用卡退潮并非坏事，反而是好事，它在倒逼我们更加理性、清醒的生活。未来的信用卡将从大众产品转变为精准产品，
只有收入稳定、信用良好、消费活跃的人才能拿到高额度，普通人手里有1-2张常用卡就足够了。过多的信用卡不仅没用，还可能影响征信。建议你现在就整理一下手里的信用卡，把没用的、权益差的、年费高的卡片赶紧注销，别让睡眠卡影响你的信用评分。重视信用维护，守护个人信誉，以后的信用体系会越来越详细，办卡贷款、买房甚至进编制都可能会查看你的征信、逾期、欠贷、睡眠卡太多等情况都会影响信用。记住3点：一是按时还款，避免逾期；二是不办无用的卡，不随便授权查征信；三是控制负债率，不要超过收入的50%。信用是无形资产，需要好好维护。信用卡退潮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消费要量力而行，不要为了提前享受而陷入债务陷阱。与其担心账单怎么还，不如规划每月存多少钱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信用卡能给的，而是自己的存款和能力带来的。最后想说的是，信用卡减少了9200万张，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钱了，而是中国人变得更聪明了。大家不再被超前消费绑架，不再为无用的权益买单，开始懂得花自己的钱，过踏实的生活。这场退潮褪去的是虚高的卡量、盲目的透支和不必要的欲望，留下的是理性的消费观、踏实的生活态度和真正的安全感。在这个越来越理性的时代，比信用卡额度更重要的是你的赚钱能力，比账单更重要的是你的储蓄，比金融工具更重要的是你对生活的主动权。好好赚钱，好好存钱，好好生活，这才是最靠谱的信用卡。好了，我是元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